原来不只是食人打赢了复活赛，精灵王座也重启了，甚至工作室都解散了的纳米核心也复活了。那能不能把我爱看的那几个也英雄不朽一下啊？我真的很想看到新的端岛师兄、王牌御史、妖怪名单、死灵边马银和守墓人、生巧克力，还有从前有座灵眼山啊！求你了，让我再看一部吧！每次想到我都感觉身上有蚂蚁在爬，实在不行一集也可以啊！哦，那个再做一集吧，我什么都会做的。如果这些动画一直没有后续的话，我大西，你这个人真的是满脑子只想着自己呢。别的先不说，师兄那是现在能播的吗？现在复活的可能比真遇到丧尸维持的概率还要低吧？不整活了。其实像端岛这样的作品，做后续动画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本身作为一部主打智斗的作品，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规避审核的点。当年补漫画的时候，就感觉各种展开也很劲爆，智斗的方面更偏向人性计算一类的操作。最后的结局有一点点意难平，但也还算挺好的。所以端岛没法再出动画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漫画完结了，而且已经完结10年了。真要给端岛出个后续，要热度没热度，宣传漫画没什么太大的意义，想来想去就只有个情怀了，还不如不做。现实是很残酷的，赚不到钱真的没人干了。爱神巧克力或许有点机会，但其实机会不大了。我写文案的时候才发现，爱神巧克力在24年的时候完结了，完结的档口给个动画化的宣传企划应该是最好的，完全可以再拉一波热度，可惜并没有。当年这个动画出来的时候还挺猛的，藤子要真干起来是真的勇。爱神巧克力的完成度在当年已经完全不输当时的一般日漫了，即视感强是强了点，但做出来个长得像的总比没有好，你说是吧？按照现在做昆吞的技术做一个新的爱神巧克力，我都不敢想能有多漂亮，别做 3D 的就行。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被举报。现在举报你的人可不只是家长这么简单喽，还有不可观测、不可描述、不可定义的互联网克苏鲁。有同样窘境的，那必须是妖怪名单了。这漫画当年也是红极一时，那个时候打开漫画软件永远能看见妖怪名单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，而且对比同期的一些漫画，你能明显感觉到妖怪名单的作画要好上不少。当时很多连载中的漫画都是一种角色还画的奇形怪状、人体比例一眼怪的样子，但妖怪名单简直就是那一批里的翘楚。不过成也画面，败也画面，动画画的时候那个制作，就算用当年的眼光来看，还是做的比较糙的。画面真的很重要啊！不知道有多少妖怪名单早期漫画的读者，我给大伙回忆一下，妖怪名单的第3话是不是有过风息梦到九儿洗澡的画面？而这个画面你现在去看第3话换成了别的，前期的露骨内容其实还是挺多的，但现在漫画都断更1年了，到底还画不画了喂？但至少没完结，可能是最有机会再出动画的一部了。写稿子的时候真的直接把我拽回了10几年前，那个时候感觉什么都在向上，国漫的预告一部接着一部来，甚至还能看到不少有点黑生残味道的。日漫那更是一个全新的黄金年代，从高歌猛进的2014直到2018都佳作遍地，而且不只是动画在向上，那个时候还有历史最强的暴雪军团在临发布预告，守望先锋统治了那个时候的网吧，好像一切都有盼头。而那时候的我也在享受这段时光，直到我回过神来，那种物是人非的感觉犹在心头。你最想要哪部动漫打赢复活赛呢？不仅仅是国漫，日漫也一样的。你最想看到哪部动画的续集呢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